福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，贫道贤真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深入解读《道德经》第11章，还劳请诸位道友多多点赞和分享，一念随喜，功德无量。这一章乍看之下平淡简短，甚至有些技术性，用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日常用具，比如车轮、陶器、房屋。但恰恰是这样的一章，老子借助最朴素的物象，将无与有的哲理推向了一个更具张力的层面。这一章文字虽短，却是全书中关于用的本质最具代表性的段落之一。这一章的开头说：“30辐共一毂，当其无，有车之用。”意思是30根车辐共同汇聚在一个车毂上，正是因为中心是空的，这个车轮才能转动，这才有了车的功能。这里老子用一个极其具象的例子，指出了无在整体结构中的关键作用。我们不妨想象一下，如果这个车毂不是空的，而是被实心填满的，那30根辐条将无法连接，也就没有车轮的形态，更谈不上转动的功能。也就是说，支撑车轮结构的不只是那些坚固的有，更是那个中空的无。接下来老子进一步阐述“山之以为器，当其无，有器之用”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把泥土和水搅拌之后塑造成器皿，正是因为中间是空的，器物才能成东西。如果一个陶罐是实心的，它就不能容纳任何液体，也就失去了作为容器的意义。也就是说，器皿的价值不在于它的质地、厚度或外形，而在于它中间那个空无一物的部分。这个例子再次强调，无才是用的根本所在。第3句继续推进这个思路：凿户有以为室，当其无，有室之用。意思是说，我们在造房子的时候，会在墙上开门开窗，正因为有了这些空的部分，我们才可以进出房间，透气采光，感受空间。否则即使四面墙再坚固，如果没有门窗，房子也就变成了封闭的盒子，无法居住，失去了室的功能。这3句话形成了一个极具逻辑递进的3段论结构，分别从交通工具、生活器物到居住空间，层层递进，步步加深。最终老子在结尾做了一个总结：故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。也就是说，有形之物是提供便利的，但真正的用是建立在无的基础之上的。这里老子将有与无并置，不是对立，而是彼此依存，一个是外在的存在，一个是内在的意义。我们来稍作停顿，思考一下这一章的核心理念是什么。许多人在初读这一章时，可能只关注到老子对无的强调，认为这是一次对虚的颂扬。但如果我们细读原文，会发现老子并没有否定有的价值。比如说，车辐是有，车毂中空是无，陶器是有，其中空腔是无，墙体是有，门窗是无，这3者无一不是有与无的协作。老子在这里并不是推崇无而贬低有，而是试图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用恰恰来源于无，而非有的实体本身。换言之，有是构成，无是功能，两者在现实生活中互为条件，互为依存。老子不止一次地强调这个无用之用，从第1个章节的无名天地之始到第10章的在营破抱一，无不反映出他对无作为本体基础的执着追求。而第11章则首次用如此具象的方式，把无的功能性推向了现实生活的操作层面，让无不再是抽象的玄学，而成为我们日常经验中可以体悟到的存在方式。我们再从哲学的角度来进一步挖掘这层意义。西方哲学，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以下，极其强调实体概念，认为存在就是有。而老子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，他提出的是无的本源性与主导性，提出存在中最重要的并不是那些可以感知和度量的物质部分，
而是那些在表面不可见，但决定功能和意义的空白。这也是为什么老子要用车轮、陶器、房屋这样具体的例子来引导人们去发现，有时那些我们认为什么都没有的地方，恰恰是最关键的所在。从心理层面来看，这一章也带给我们一些非常实用的启发。在当今社会，许多人对空虚抱有本能的排斥，认为空就是缺失，就是不足，是需要被填补的状态。但老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颠覆性的视角。也许我们要做的，并不是急于把空填满，而是学习如何在空中感受空间的意义，在无中发现可能性的起点。比如，一个人的时间表安排得再满，也不等于生活充实；一间屋子东西堆得再多，也不等于这个空间被合理利用。真正的价值往往出现在我们留白的地方。这一点在艺术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。中国画讲究既白当黑，也就是说，画面中空白的部分同样是画的一部分。它不仅让画作更具张力，也给观者留下思考和呼吸的空间。书法讲究墨不爱白，好的书法不是把纸写满，而是让黑白之间彼此协调，从而达到一种有节制的美感。这与老子的哲思可以说是高度一致的。如果我们将这一章的理念推广到社会层面，也能看到它的广泛适用性。比如，一个组织结构中，领导者的角色不是把每一个位置都填满，而是懂得在关键位置留出适当的空位，让系统能有自我调节和创新的空间。一个好的制度设计也不应该是事无巨细地规定死一切，而是要在规则中为灵活保留余地。现代管理学所谓赋能型领导，其实就暗合了老子这一章的思路。真正有价值的领导者，不是管死一切的人，而是懂得在放空中激发群体潜能的人。这也提醒我们，个人生活中的无用，未必是真的无用。一段看似浪费时间的独处时光，可能正是重新梳理自我、积蓄能量的关键时段。一项没有明显经济回报的兴趣爱好，也许正是我们通向内在平衡的重要途径。在老子的语境中，用的价值并不来自于功能的直接产出，而在于是否开启了某种空间、关系或可能性的通道。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维度来理解这一章的结构美。老子用的是极为对称的句式，每一句话都是一个主谓宾结构，在语义上也是一一对应的伏对鼓、山对气、凿对势。这个结构不仅增强了文本的节奏感，也让哲理变得更具穿透力。短短数十字，却层层推进，最终归结到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。这一哲学高点，语言简洁而思想深邃，这正是老子文字的魅力所在。从整个《道德经》的逻辑来看，这一章处在全书思想体系向现实落地的关键节点。他将此前章节关于道的抽象讨论，首次通过具体事物进行实证性的展示，使得无不再停留于玄虚之中，而成为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切身体会的经验事实。这种由抽象到具象、由玄虚到实践的转化，也为后续章节中对治人治国的延伸做了必要的铺垫。那么，说到这里，我们也许可以换一个角度来问：在一个高度填满的世界里，我们是否还有空间去感知无的力量？在信息过载、节奏过快的今天，我们是否还能回到那种无中见有、虚中生实的状态？老子通过车轮、陶器、屋舍的例子，抛出的问题不仅属于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，更属于当代的每一个人。最后，我们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：如果无是用的关键，那么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又意味着什么？这正是老子在下一章即将提出的新命题。他将从无的角度进一步探讨持盈守满的危险，提出一种更具辩证性的处理方式，而这正是我们即将展开的思考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
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